我不能生育。婆婆和丈夫让我伺候别人坐月子，理由是我不能生育，但不能阻止她传宗接代。后来他们发现事情走向了另外一个结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不能生育这件事，结婚前已经和于庆新说清楚，他也答应余生就我们2个人一起过就行。但现在他告诉我已经有了孩子，关键是准备生孩子了。我呵呵一笑，恭喜你，于庆新成为父亲了。于庆新和婆婆坐在我的对面，今天对我摊牌，婆婆则一副理所当然的气势，不屑地看着我，对我破口大骂：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还想着我们老于家会供养你。哼！于庆新一脸歉意，解释自己只想要一个孩子，不是真的动了心，最爱的还是我。用下半身去思想的男人，爱从何而来？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处理。看着不说话的我，于庆新就对我开始了洗脑。明慧，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，我答应你，我就只要一个孩子，你还答应我余生2个人一起过，现在却变成了4人行。婆婆听到她这样说就不高兴了，什么一个孩子，要3个孩子才行，孩子多了才热闹的，又不是不能生。说完还故意看了眼我扁平的肚子，这句话我可坐不住，眼泪巴拉巴拉的流出来。明慧，老一辈说的，只要有一个孩子带着，后面就会好的了。你可以生孩子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嫌弃你的。要不你先试着给小兰坐月子学学怎样带孩子，好吗？于庆新一口气说出一段无耻的话，我从委屈的心情变成了愤怒，眼睛通红地看着他们，恨不得把他们手撕了。你们是魔鬼吗？干出这种事还要我伺候那个女人坐月子？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站起来，对着婆婆和于庆新歇斯底里地喊。婆婆根本不理会我的感受，掏了掏耳朵，明明是自己不能生，现在人家怀孕了还不准，都没有见过那么霸道的女人。于庆新的脾气也上来了，他觉得已经好声好气地哄我，但我现在一点都不领情，就是我不对。明慧，现在孩子都准备出世，再说这些已经没意思，你觉得不想带的话，我就带去月子中心。明里暗里的意思是我容不下别人。儿子，月子中心很贵的，反正他又没事做，我没事做，我天天伺候着这个老太婆，她身体不好。于庆新2年前就让我不工作，在家照顾她，现在反而拿这件事来对我。好，明天我就去工作，到时候你的方案你自己完成吧。丢下了这句话，我直接拿上背包出门，背后不管于庆新多么紧张的呼喊，我都当作听不到。其实我早就约上了好朋友去旅游，这正好给我一个散心的机会。好朋友对于于庆新的事情很气愤。明慧，你怎么没事一样？丈夫出轨，你还可以出来旅游？我苦笑了一下，那可以怎样？就让他们先蹦跶一下子吧。他给了我一个会心的笑意。那也是，现在说出来的话，事情就不好玩了。这时，我微信有信息到，是于庆新的信息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可以回来吗？家里现在没人清洁，我鼻炎发作了。又是这个借口。我无语地摇了摇头，把手机丢在一边，就跳到泳池里。鼻炎这个借口，从谈恋爱开始就一直在用。每次家里清洁或者搬东西，总是说自己鼻炎不能留在这里帮忙。我以前就一个恋爱脑，总是不舍得他不舒服，每次清洁都让他去楼下散步，自己一个人做得汗流浃背。他回来后，
家里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完全是一副少爷似的。既然你妈觉得我没事做，那就让她做吧。老娘现在要爽了。玩了1个月时间，期间于庆新频频发信息和电话轰炸，短信我还打开看一下，意思是让我快点回家帮忙。电话的话我肯定不接，还不是短信里的意思。回去的路上，好朋友问我打算怎样，回去看看蹦跶的怎样再做决定吧。回到家打开门，脏衣服丢在地上，垃圾桶里还有宝宝拉屎后的尿片。婆婆在厨房里做饭，心儿，妈就会做好饭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我靠在墙边，看着厨房里辛勤劳动的她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婆婆从来没有在厨房里待过，平时这里都是我工作的地方。现在看着她蓬头垢面地围着围裙干活，我有种复仇的感觉，心情非常舒畅，就像便秘了，终于通畅了。她没有听到于庆新的声音就转过来，一看到是我，脸一变，手不知所措，要放在哪里？继而是激动的咒骂声音：明慧，你舍得死回来了？你是人家老婆，一走就1个月，成何体统？我用手揉了揉耳朵，眼睛绕着她的打扮从上到下，又从下到上地扫视。怎么，家里少了一个不用钱的佣人，就要自己做了？太可怜了。她猩红着眼睛，指着我，喷着口水。要不是你这个杀千刀走了，我要做这些。快去煮饭出来，饿死老娘了。说完就想把围裙脱下套给我，我一个退后，让她扑了个空。我们吵闹的声音把孩子吵醒了，哇哇的哭。我的房间已经被另外一个女人占据了。那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出来，嘴上咒骂的恶毒程度比婆婆还要厉害。老太婆，你又在干嘛？做个饭那么大声，想死啊？信不信我明天让于庆新把你送回老家？看到我站在这里，她愣了一下，这是谁呀？老太婆，你有没有常识的？什么人都放进家里？不错，这个新儿媳的确不错。你好，我是于庆新的老婆，用你的身份来说，是正室。我坦白的态度让女人愣住，眼神里有点紧张。婆婆挡在她的前面，准确来说应该是挡在孩子的前面，生怕我对孩子做出什么过分的行为。就在我们僵持的时候，于庆新下班回来，他看到我完全没有喜悦的表情，反而是赫然。明慧，看来这个家完全没有人想看到我。说他是谁？为什么住在我的房间？婆婆护着坐在沙发上，再绕过去护着于庆新。她以为自己是一个母鸡，在我眼里是多么可笑。我是有多强的攻击力才会被防成这样？她就是我孩子的妈。你这1个月死去哪里了？我哄你，你都不回来，现在回来是什么意思？于庆新连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，还觉得我没有为这个家服务是我的错。于庆新，你听听自己说的什么鬼话？明明是你自己带个小孩回来就说是你的。我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于庆新狠狠的一巴掌扇过来。你闭嘴，这个家我才是当家人，你一个女人在这里指手画脚，快去煮饭。婆婆看她打我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是的，儿子，你做的真对，我老早就说这个女人不行，你就不听，以前就会宠着她。我捂着被打的脸，生气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心情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家都是被宠的人，什么时候被人打过？就算是于庆新娶我，也要经过我爸妈还有我哥的同意。他还对着我爸跪下承诺一辈子对我好，让我成为他的天使。现在呢，我就是这个家的工人，整天被使唤，眼泪在我的眼眶里不敢流出来。
我不想向他们两人认错，愤怒地怒视着他们。婆婆可不允许我这样子看着他们，立马向于庆新告状：儿子，你看看，这个女人还是不服气，揍她，狠狠地揍，揍了才会听话的。说完，在后面堵着我的退路，让于庆新再扇我2下。于庆新这个人渣，也只会在现在这个时候逞强。停！于庆新，我告诉你母亲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就在他准备倒下来的一刻，我抬起头瞪着他，指着孩子质问他。我这样问他，不单只制止不住他的家暴行为，还激发起他内心的怒火。他更加用力地打我，我用手捂着自己嘴巴的血迹，放在眼前看了看，告诉你，今天我有什么事，我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这么一说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明慧，你和你娘家早就翻脸了，怎么还会出面来帮你？你做梦吧！在我们结婚之后，婆婆住进我们家，我爸和我哥来看我，婆婆故意冷落他们，让他们很生气，我反而帮着婆婆和于庆新说好话，他们觉得恨铁不成钢。我这样偏袒夫家，不相信他们就生气，往后的2、3年都没有联系了。他现在觉得我只可以依靠他们家，娘家不会帮我，这才会对我肆无忌惮的骂。叮咚，门铃响起，他们2人对望一眼，都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按门铃。他们没有发现，门铃响起的一瞬间，我嘴角开心地飞起来，我立马冲去开门。他们反应过来想抓住我，已经太迟了。哥，我连想都不用想，直接激动地扑过去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见到我就扑过来的？我哥嫌弃的语气里面含着无限的宠溺，和小时候对我一样。哥，我就想抱着你，很想你。好好好，处理完狗子再给你抱个够，好吗？他提醒我还有于庆新的事情要处理。我抬起头看着我哥，他被我脸上的手指印吓到，瞳孔都放大。我感受到他呼吸加速。于庆新，我妹你都敢打！手一挥，后面跟着的保镖直接冲进屋里，对着他们2母子拳打脚踢。我和我哥在进屋的时候，他们2个就瘫软在地上，脸上被揍成猪头。婆婆和于庆新不服输的眼神一直愤怒地看着我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完全没有了刚刚的嚣张，抱着孩子瑟瑟发抖地在沙发角落。我扫了她一眼，她现在完全不敢和我对望。我哥蹲下来，对着于庆新的脸拍了2下。怎么，最近嚣张了？学人去外面拈花惹草，打我妹？你是忘记了我妹有娘家撑腰了吧？听到我哥这样说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。有家的感觉真好，有娘家亲更好。我刚刚进屋就鼓起勇气发信息给我哥，说了我这2年的生活，还有于庆新的事情。没想到我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，半个小时不到就带着那么多人赶到这里，还为了出气。我哥让我坐在他们的面前，好好的看清楚这2个人。于庆新，你回答我，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他听我这样说，眼神完全不敢看我，低着头，完全没有刚刚的愤怒。婆婆可听不得我这样说她的金孙子。明慧，你自己不能生，就不要在这里乱说话，别人生得出你就妒忌人家。女人也激动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不是庆新的儿子，他为什么要认啊？我无视他们的激动，直勾勾地盯着于庆新。他浑身不自在地想躲避我，我哥让人按住他，让他看着我。我冷笑一声，你很害怕我说出实情的真相吗？于庆新瞳孔不断地收缩，脸变得苍白，嘴巴被捂住，头还用力地摇动。说完，我扭头看向女人，温柔地笑了笑。
你也害怕我说出实情的真相吗？”女人的表情也是非常的害怕，只有婆婆在叫喊着：“什么真相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心儿，你被这婆娘抓住把柄，她想冲上来与我拼命，奈何不够我哥的保镖厉害。”看着这老太婆被压制，我忍不住笑出来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止不住流出来。这就是我深爱的男人，这个婆婆就是我和娘家反面的老人家。以前我都尊重这两个人，现在我完全看清楚他们了。要不是我哥在这里，要不是我哥还相信我，估计我就是这个家的最底层，一直被欺负到死为止。看到我笑成这样，婆婆和于庆新都吓得后退。我哥上前抱着我，安抚着我：“没事的，妹，咱们现在没事了。”我抹着眼泪，恨恨地看着他们。老太婆，这孩子是谁的？你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不！于庆新和女人同时喊着。婆婆好像预感到真相是多么的残忍，挥着手说：“不想知道了。”“不，你想知道的，这孩子不是你的儿子的，你儿子根本生不了，身体有毛病。你说这样的结果，我是怎么可以生到孩子？”婆婆跌坐在地上，颤抖地拍着在说不。于庆新也好不了到哪里，他瘫软在地上，要不是保镖他们抓住他的手，才勉强让他没有躺下。你答应我保密的，你答应我的，为什么现在要说？他歇斯底里对我怒吼：“这件事说出来就是我不对，他为什么不想想？以前每次婆婆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，但从来都没有开口帮我解释过，让我一个人哑巴吃黄连。现在我只不过说出真相出来，他就觉得我是背叛他。那你说，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快告诉你母亲，不然的话就我来说。这个孩子的来历简直让我跌破眼镜。知道真相的一刻，恶心到我在厕所里吐了一个下午。婆婆颤抖着手抓住于庆新，她渴望得到答案。心儿，说吧，领养回来的都无所谓，妈可以承受。婆婆真的是自私自利的人。当时我说领养，她说领养回来的不是自己家的孩子，继承不到自己家的香火。放心，不是领养的。我故意说出来，让她没有知道答案之前乱想一通。不是领养的。那我说了这么一句，那边已经想逃跑。他可是知道孩子谁是爸爸，他比任何都知道现在说出来的后果。我哥一个眼神，保镖里面上前按住他：“明慧，我现在自己走，于家的事和我无关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现在一个女人带着小孩不容易呀。”“婆婆！”我亲昵地叫了她一声婆婆，吓得她想转身逃跑。婆婆抬头看着我们，她眼里很多不解，猛地看着于庆新。于庆新也抬头看向我，不可思议的样子。明慧叫她婆婆，这个孩子是你爸的。猜对了，我也不想兜兜转转，告诉婆婆这个真相吧，也想看看他们三个人窝里横。好啊，我尽心尽力照顾了1个月的孙子，伺候你坐月子，原来是来抢我老公的。我不掐死你这个臭婆娘！这个时候，保镖也是人才，放手让他和他们2个打架。于庆新抱着头痛哭着，本来他想借助爸的事要挟他，让这个弟弟成为自己的孩子，奈何被我发现了，还这样子揭发出来，内心怎么能承受得住？妹，走吧，这里太脏了，回去家里住吧。我点了点头，也是，这个家有这3个垃圾，真的太脏了，我洁癖的人真的无法住下。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，我全款买下来，房产证也是我的名字。你们3天后搬走。听到我说要收房子，婆婆都忘记自己在打架，
于庆新也停止了悲伤。明慧，什么你的房子？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出嫁从夫，你懂不懂？婆婆的一堆歪理又弹出来。明慧，咱们和好吧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证明我没有背叛你的，原谅我吧。我指了指脸上的手指印，冷笑一声，哼，这几巴掌还不够决裂吗？和好没门。说完，直接和我哥他们一起走出于家。这次和上次一样，任凭他们怎么喊我，我都没有回头。回到家里，抱着爸妈哭了一顿。说起这2年于家的事，妈妈看着我的双手，忍不住默默地流泪。我的小宝贝，我养了那么多年，都不舍得让你做一点家务，这天煞的竟然这样子对你，妈妈可是十分心疼我。从小到大，别说拖地洗碗这些事，就是我的房间也是她收拾得好好的。我是家里的小公主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这温馨的感觉我又找回来了。本以为于庆新他们会自己离开的，没想到他们会不要脸的地步比我想象还要厚。我们家自己开公司，我好久没有工作，我哥直接带我到公司里上班。当我在公司里熟悉环境的时候，同事们拿着手机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明明我们都是初次见面，按照我的身份来说，应该是讨好，而不是鄙视。就在我疑虑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同事的手机没有静音，直接播出了视频。安明慧就是这个女人，家里开公司，她污蔑丈夫，又想抢丈夫的房子，其实就是她干坏事被丈夫看见。视频里的声音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婆婆的声音。他们不仅没有窝里横，还3人团结一心，就是要污蔑我，抢我的房子。我的电话响起来，是我妈的声音：明慧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随便出门，我让你哥去接你。哎呀，妈还没有说完后，一声惨叫，电话就终止了。忙音的声音让我整个大脑都空白。我妈出事了，我哭着跑出去公司，一边跑一边打我哥的电话：哥，妈出事了，妈出事了。我哥那边也知道我的事情了，他让我一定去公司，要等他，但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只想知道妈妈到底怎么样。刚出去公司门口，就一群人朝着我丢东西，臭鸡蛋、菜叶，什么都有。就是这个臭女人，就是她害我儿子的。我儿子好不容易买了房子，就是她说抢走就抢走。婆婆带头带着一群人冲我丢东西，就是明明是我的儿子，却说是她丈夫的，污蔑丈夫。这种女人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双手挡着头，根本无暇顾及反驳他们的话。臭鸡蛋的味道很冲，让我忍不住干呕。看，他没有话说了，就是默认，好好的拍他，不要放过他。他带着的话，有的还蹲下来拍我，不想放过任何一个镜头。加上很多说的难听的话都进入我的耳朵，就连我爸妈都被他们说是没有教养的家庭。我哥冲出来，用外套盖着我，带着我跑，别放过他，这个就是他哥，这是他的公司。婆婆看到我哥出来，情绪更加激动，鼓动人群去我哥公司破坏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梳洗完出来，看到我哥一直在打电话和客户解释，家里的电话线再就被拔了。我妈原来看到视频，想出门去接我，也是被人堵住，扔臭鸡蛋，其中一个扔中她的头，她整个人晕倒在地上。幸好我爸及时赶到，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看到这一切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。我就是一个祸害，我不回来的话，爸妈和哥就不会伤害到。看着他们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双手紧握拳头，
眼里的一团火怎么都熄灭不了。哥，报警！公司被破坏，我和妈都受伤，婆婆做的一切要为自己负责。我哥看着我，深呼吸一下，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警察很快到了我家，根据我拿出的证据，还有现场的监控视频，公司的损失，妈的受伤，这些加起来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案件那么简单。出警很快就把婆婆抓住，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局子。你抓我，我就说几句话而已。心儿说，我就在这里坐一天就行了，再一次让我看清楚他们一家的厚脸皮。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宝贝儿子吗？你忘记了你丈夫出轨还是你的宝贝儿子帮忙掩护的？我就要再提这件事，时时刻刻的让她记起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对她的背叛。婆婆的脸上瞬间煞白，眼泪在眼眶里晃动。你丈夫的小儿子还小，女人也是那么年轻的，你就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倚仗，但儿子都可以背叛你，你觉得他还能相信吗？就算他们没有裂缝，我都要给他们做一条，让他们下辈子都在争斗中度过。出了门口，我手机响起来，明慧，你报警把妈抓住了，是于庆新的电话。他认为他母亲是我举报才会关进去的，我不举报的话就会没事。于庆新，话请说清楚，是你母亲带人破坏我哥的公司，带人去打我妈，不要把罪名随便安在我的身上。我在接他的电话的时候就开了录音功能，你这样做就不要反悔。我手上有你的照片，我要你把房子转给我，不然我就把你的照片发出去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。我整个身子都在发抖，这个我曾经爱的男人说出那么猥琐的话，让我犹如置身于冰窖中。你说什么？我几乎是怒吼的声音，路人们都侧目看我，哈哈，很紧张啊，不用紧张，冷静点。说完还肆意的笑，好像还有女人的笑声传出。你和谁在一起？我敏锐的听觉听出来，除了他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的笑声，而且他们在一间密室中，很安静。我立马拨通我哥的号码，哥，去查查于庆新和那个女人的关系，他刚刚来威胁我。我听到他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的，这件事交给我哥去处理。我转身进入局子，把刚刚于庆新威胁我的那段录音交给他们。我哥的速度很快，半天时间不到就全部查出来。其实他早就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，生了儿子之后还向往城里的生活，就和于庆新商量着用他的名义住下来，这样的话可以霸占我的屋子，真的是闭门一家亲。但我一点都没有同情婆婆，这个老太婆以前经常对我破口大骂，对我家人还不尊重，明明知道儿子干这种事还支持，这就是报应。我没有去找于庆新，直接联系了乡下的公公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公公这顶绿帽子我要帮他戴紧，不能掉了。村里我也用于庆新的名字送了几台彩电过去，放在村公会了，很多人都新奇，天天晚上去看。一开始我让人天天播放狗血连续剧，有连续剧吊着他们，自然就更加早去霸位置。我亲自去车站接公公，他跟我说现在在村里可威风了，每家每天都要看儿子送回来的彩电，他可有面子了。我也同意地点点头。公公问了我很多城里的事，说小妈给我们生了个弟弟，只是他最近回来娘家，让我们尽快回去办满月宴，让我们抓紧时间生孩子，不要再拖了。反正他说什么，我就是笑着点头，没有反驳。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，
这个时候，屋子里传来一阵阵温馨的笑声。这个老太婆明知道我来都不开门，等下骂她才行。我拿出钥匙，麻利地开门。屋里的2个人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，都走出来。一看到是我，于庆新冷笑一声：“哎呦，安小姐自己上门啊，真的辛苦了。是同意我的要求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自己的妈都去坐牢了，做儿子的都不知死活。这男人真的是极品。女人示威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侧着身子让后面的公公可以进来。公公也听到女人的声音，气得整个人在发抖。我害怕他发作去了。公公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于庆新的新老婆，我们现在在办离婚手续。公公拿起门口边上的扫把，冲进屋里，朝着2人打过去。里面的2人被突如其来的公公吓得尖叫出声，之后就是被公公揍的惨叫声。动静自然引起了邻居们的关注。我故意打开门，让他们都进来拍照拍视频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你小妈。你竟然和小妈在一起，我不打死你！公公一边打他们，一边骂不孝子。东藏西躲的没有地方的于庆新终于发火了：“爸，你打什么你？你又没有娶人家，怎么就成了你的老婆？你的老婆我的妈，现在在局子蹲着，你去找她呀！”这么激动的场面，我已经全部直播在村里的彩电上，我可不能不给他们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。公公，算了吧，我都已经承认这个事实，你也承认吧。我在边上劝着公公戴上这顶绿帽子，算什么？今天老子不打死，揍他，揍他！屋子里围观的人也在起哄，他们是多么期待有热闹看。公公好像被鼓舞了，打得更加用力。女人早就逃到房间里锁起门，于庆新一个人在客厅里被揍。他被打的脾气早就没有了，挥拳向他爸，朝着公公的头上使命地捶下去。在第3下的时候，公公突然癫痫发作，身子颤抖了几天都晕过去。于庆新的眼睛杀得通红，根本不知道公公已经晕过去啊！弄出人命了！人群中有人喊着，纷纷往外跑。这个结局，不要说于庆新，就是我都愣住。快打电话，快！于庆新颤抖着身子从他爸身上爬出来，坐在我的脚边。明慧，你去看看爸还有没有气息。我在一边也是全身发抖，我不敢上前，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于庆新这时候想起来要逃走，他冲回去房间收拾东西，不管自己的父亲是生是死，不用1分钟时间就逃走了。女人在房间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也偷偷地打开门。她看到地上的公公，吓得尖叫一声：“明慧，他干嘛了？于庆新呢？”我看到他苍白的脸，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跑了，他杀的！女人不敢相信这么可怕的一幕，突然好像想起什么，也收拾东西离开屋子。救护车来到的时候，公公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。至于于庆新吧，他以为自己可以逃得掉，是看少了警察的能力。10个小时不到，就在火车站里把他抓住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她没有罪，只是一辈子活在愧疚中。我爸公公的去世对于我来说也是意外，要不是我叫他来城里，估计他还活在自己的小村庄里。不过这也是于家造的孽，总是得有个结局吧。未来还有很长的路，希望以后生活就这样平平淡淡的，没有这些凡尘世事再打扰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